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苹果放进蒸锅里面蒸一蒸，没想到如此厉害。我家经常都会这样做。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。而对于苹果的吃法，大部分人都是买回家之后直接生吃，或者是用它来做苹果派。但是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。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比拳头还要大的苹果，然后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将苹果表面打湿。洗苹果的方法想要简单又正确，那么一定要撒一点食盐在上面。食盐不仅是一种调味品，它还具有消毒杀菌的用处，用来清洗苹果再适合不过了。用手轻轻地搓一搓，就能非常轻松地把苹果表面的果蜡以及其他的脏东西搓洗下来。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给我说，多吃苹果对身体非常的好，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极高。但是在苹果的表面很可能会有农药残留，所以说很多人吃苹果都会把表皮削掉再吃。其实只要我们清洗方法正确了，依然可以连皮把苹果洗得非常干净。食盐搓洗好后，我们再用流动清水反复的洗一洗，直到苹果的表面摸起来不打滑就可以了。然后对半将苹果切开，再分切成小块。说到苹果，每一次总会想起小时候，妈妈最经常买苹果给我们吃。那个时候的苹果虽然长得丑，但是吃起来口感却是一绝，真的特别的香甜好吃。现在想想，依然回味无穷。把苹果蒂用手轻轻地掰掉，接着把切好的苹果块收入盘中。下面我们再准备一块这种的小黄姜。生姜的品种也非常的多，我们平时可以尽量选择这种的小黄姜。小黄姜，它的个头比我们平时用的那种大生姜要小许多，但是像这种的黄姜，它的香味闻起来更加浓郁，所含的姜辣素也更丰富。用手掰成小块，掰开后我们再用刷子挨个的刷一刷，这样更容易把生姜刷洗干净。俗话说得好，冬吃萝卜夏吃姜。最近天气比较热，适当的吃一些生姜，对身体有非常多的益处。生姜一颗一颗全部刷洗干净后，我们把脏水倒掉，然后再换流动清水，反复的多漂洗几次，这样生姜就被彻底的清洁干净了。然后我们把生姜先切成薄片，接着再改刀切成细丝。生活中在大家的眼里面，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在炒菜煲汤的过程中都会用到，具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。但是大部分朋友在用生姜的时候，都习惯性的把表皮去掉。其实只有生姜肉和生姜表皮搭配着用才是最好的。切好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，里面倒扣一只小碗，扣好后就是这样的。把切好的生姜丝沿着扣碗的边缘处将它摆放，薄薄的均匀的铺上一层生姜丝。全部铺进来后，现在将苹果直接放在我们生姜的上面，一片一片的这样并排放，摆出来不仅样子好看，而且也不占空间。全部摆好后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非常漂亮呢？现在我们把它端到蒸锅里面，然后把锅盖盖上来。我们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的水蒸开，蒸开后再蒸上4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你的苹果切得比较小的话，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记得小时候那会，妈妈给我们做的时候，是蒸了50多分钟，甚至达到了1个小时。时间到关火，不要着急揭开盖子，先焖上2分钟，再把盖子揭开。揭开锅盖的一瞬间，你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苹果香气，太好闻了。然后再找一只漂亮的小盘子，把蒸好的苹果捡到另一只盘子里面。苹果被这样蒸过之后，里面的膳食纤维以及果胶都得到了软化，这个时候的苹果吃起来特别的好吃。
非常的柔软，就连苹果皮都变得非常的软烂。很多老人牙齿不太好，平时呢苹果咬不动吃不了，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苹果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这样蒸出来的苹果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完整，除了颜色方面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但是我们用筷子轻轻一触碰，苹果就被戳透了，由此可见非常的软烂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把碗中的生姜也给它挑出来，我们可以用勺子这样把它扒拉出来，用筷子一挑出来的生姜丝也不要扔掉了，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炒菜哦。被这样蒸过的生姜啊，它的姜辣素减少了许多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辛辣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一只手按住中间的向外，一只手托住盆底，轻轻一翻动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快准狠。碗底还比较烫，所以我戴了一个隔热手套，迅速将它翻转，揭开碗就会发现惊喜哦。碗里面的这个水就是咱们所蒸出来的精华所在了。看一看这个水的颜色，感觉颜色有一点点带姜黄色，闻起来香味特别浓郁，放置不烫嘴，就可以趁热饮用了。那么像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个苹果生姜水，它虽然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但是用处却非常的多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，很多人喜欢吃冷饮，吹空调，经常会感觉特别的不适。其实呢，我们隔三差五就可以用苹果和生姜，以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种方式做上水喝，全家人都可以饮用哦。喝起来这个水的甜度特别的高，苹果里面的香甜味全部到了这个水里面，还有一点点生姜的辛辣味，喝起来比饮料还要香哦。别说是大人了，就连小孩都超级的喜欢。像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道水啊，不仅咱们可以夏天饮用，而且呢，冬天的时候加上一点大蒜和生姜，以这种方式做出来，每一周喝上2到3次，效果也是非常的棒。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小孩子也特别的能接受。那么除了我们的汤之外，像这样蒸出来的苹果也千万不要扔掉了，直接就可以吃。因为蒸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咱们苹果里面的膳食纤维和果胶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软化，那么不管是老人和小孩都特别适合吃这种的苹果。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